启禀元帅，前方看到1哨人马，可曾看清他们是些什么人马？只见大旗上写道：“巡哨都头领莫羽见张清。”元帅，此人乃梁山8虎骑先锋使其中之一，善识暗器，大得一手好石子。果然是一群穷贼草寇，连使暗器也只能把玩一些石子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约有110来人。毕将军，在。你提一支人马前去迎敌，我督大军人马随后便到。你先小胜这战，等我们一鼓作气踏平梁山。遵令。元帅，李将军，此阵如何？元帅，那只是敌人的哨探，并未直接进攻，便逃走了。逃走了？那你为什么不去追？一直追下去，恐怕有埋伏啊！哼，弹丸之地，即便中了埋伏，又当如何？以身为大将，贪生怕死，贻误战机，该当何罪？属下，敌人据此已久，占尽地利，我军刚到这里，略显疲惫，需要慢慢出战。以此战法来迎敌，一派胡言！我统领天兵10万，数百员大将在此，区区几个草寇毛贼能算得了什么？今后再有贻误战机、穷寇不追者，一律军法从事。报！启禀元帅，张清的人马又杀回来了。来得正好，布阵迎敌。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后面粮草起火了！是什么人，胆敢放火烧我粮草？看不清来人长相，只见大旗上写着“玉麒麟卢俊义”。不过是本官手下从前的一个无名小卒，也敢来送死？哥哥，可以收紧罗网了。好。戴院长，向各寨头领发号施令。是。令其动。哥哥，我们走。哈哈，好，今日让俺铁牛杀个痛快吧！哈哈。
是情况？不知从哪杀出2路步兵，直冲我中军。元帅，是不是我们要回兵啊？大胆！我大军怎能轻易回兵？元帅，末将带兵抵挡，不必担心。好，军师在此处观战，我亲自带领将士们前去迎敌。哥哥尽管去战，万事小心。撤！五虎将何在？大刀关胜在，豹子头林冲在，双边胡延灼在，你让我秦明在，会见张清越王。好，擂鼓助威。相逢
现在总算上了官道，关关心里也放心了一些。这一路上多亏二位将军力保啊！属下啊，这里仍然不安全，我们还需加紧前行啊！好吧。本官这次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驾！停！事已至此，二位将军，你们看该怎么办？属下有我和毕将军保您，一定会让您安然无恙的。属下，听说卢俊义曾在你手下为官，属下可先去好言相劝。世人都说卢俊义重情重义，说不定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啊！属下，兵士们都已经耗尽了气力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全身而退呀！好吧，那我们就冒死一试吧。卢员外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童贯，你今日落得如此下场，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性命不保。卢员外，还记得以前咱们同朝为官之情吗？哼！你还敢跟我提以前的事情？你少在这跟我套交情！如果卢某不念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早把你一枪刺于马下。以前的事都怪我童贯有眼无珠，辱没了将军。可世人都说，卢员外是重情义之人，以德报怨，所以我才替我这些残兵败将，求员外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员外，他们都是养家糊口之人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。我童贯虽死无憾，可是他们今后该如何生存呢？员外，就算我童贯，求你了。员外，员外，别忘了大哥军师的重托呀！童贯，休得骗我！穆将军，快去追童贯！兄弟们，撤！
将军，穆将军，伤势如何？哦，还好，没什么大事。走，老实点。哦，将军，你先回营疗伤，我去追那奸贼童贯。员外，别追了，前方就要到了官军的守地，怕是有危险呢。那又如何？来人，宋将军回营。哎，员外，别忘了宋江大哥的嘱咐啊！二位请坐。哥哥，陆某不才，放走了奸贼童贯，有负哥哥和军师的重托，陆某甘愿受罚。员外快请起。员外说的哪里话？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况且员外也擒了他们2员将领，算是有功之臣呐。是啊，卢员外不必自责，哥哥也是自有他的安排。既然军师把话说到这里，宋江也向你们2位说说肺腑之言。此次朝廷派重兵来征讨我梁山泊，我梁山众兄弟奋勇杀敌，扬我军威，也让朝廷看到了我等并非等闲之辈。我水泊梁山，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，只为除暴安良，并不想与朝廷为敌。如今我等受到圣上诏安，为朝廷效力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民，那是我梁山泊众兄弟的唯一出路啊！因此，宋江，所以，要是按照哥哥的意思，如果卢员外把童贯捉上山来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那童贯虽是奸臣头目，却也是朝廷重臣。若是真的捉上山来，就此杀掉，那势必与朝廷为敌。我等叛臣贼子的罪名，怕是洗不清了。因此，我传令各寨，不要穷追猛打，并且让卢员外引少数人马设伏于官道，算是放他童贯一马，让他回朝中复命，扬我梁山威名。员外莫要怪我，我知道员外与那童贯是旧相识，奸贼童贯有负于员外，但是员外宅心仁厚，定不会要了他的性命。哥哥为了招安一事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那捉上山的2人，哥哥打算怎么发落？那2将无非是童贯手下的走狗，放了他们也无妨。况且我们也斩了他7员大将。
哥哥这话说的没有错，只是这样做，恐怕会惹恼了山中的其他兄弟啊。如今，我正在为这件事情犯难，因此请二位来这里商议。明日上午就要对捉上山来的2人进行发落，我等需早做打算。因为天气炎热，潼关的将士们水土不服啊，加上梁山的贼寇都盘踞在山林水洼之中，兵马战骑很难急切的前进，只有靠船行进。所以啊，他们暂且罢战返京，等候圣上发落。这梁山草寇一直是朕的心腹大患，不能不除。圣上，梁山义士未能归降，恐怕另有隐情，请圣上明察。苏太尉，圣上前番苦心招安，不料却遭梁山贼寇撕毁诏书，此事苏太尉全权负责。敢问苏太尉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哼！圣上，微臣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去征剿梁山贼寇，请圣上下旨。好，高爱卿，关键时刻你肯与朕分忧，朕甚是高兴。朕赐予你锦袍金甲1套，静候你凯旋佳音。圣上。圣上，梁山方圆800余里水泊，非得大力采伐树木，打造战船，才能剿灭他们。好，各路将领、兵马、物资，全由你调配差遣。微臣遵旨。苏太尉以前主张招安，没想到会被那梁山贼寇撕了诏书吧？现在在圣上面前威信尽失啊！我不过是暂时失信于圣上，但高太尉这次得到圣上的信任，恐怕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潼关这次虽然侥幸逃脱，但却损失了数员战将。但愿高太尉这次征讨，能够比潼关的下场好一些。朝廷命高俅为大元帅，率大军征讨梁山。什么？太师蔡京命师节度使率兵向我梁山汇集，全部由高俅调遣。好，信件。现在大军已在途中，师节度使分别是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，上党太原节度使许京，广东镇江节度使王福。看来朝廷这次是真的下决心了。那就打高俅个一败涂地，让朝廷另下决心。军师说得对，我们不能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，苦苦求和，而是要让朝廷知道我们的厉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主动的地位，让朝廷来找我们，招安求和。军师说得甚好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啊，员外，哥哥请看。哎呀，这几天呢，我让东西南北4山酒店的8位店主，再加上月河时迁、段景柱、白胜4位走报机密的步兵首领，分别在梁山800里水泊，以及800里以外的5000里的沃土之上，
仔细勘察了周边的地势全貌，并让萧让、金大坚2位笔神亲自作画，还原出一幅精确的作战地形图。有了此图，定可战胜高俅。哎呀，员外，这真是煞费苦心呐！哪里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尽些微薄之力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再说，这些可全仗梁山这些神通广大的兄弟们呢。这一仗的胜败，就在于水陆夹攻的配合战。哥哥，你看，高俅的10路大军会从4面8方赶来，必在这冀州城会合。在兵临城下激怒他，只要他一旦反手围攻，定得下水，到那时，我梁山水军便可大显神威了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发布将令，准备迎敌。大胆贼寇，胆敢惊扰太尉！这来者何人？拿命来！呀！你们可知这员猛将他是何人？大人，看似眼熟，可姓甚名谁，小的真的不记得了。高俅老贼，你还记得我林冲吗？林教头，你还记得这把刀吗？当年我就是带着这把宝刀，误入了白虎节堂，我被你陷害，害得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再三忍让，你却非要置我于死地，把我苦苦逼上梁山。好，今天我就用这把刀斩了你这个奸臣贼子！快，立即收兵，收掉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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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林兄弟，公明哥哥反复嘱托，不可恋战，赶快回来！林教头，赶快回来！
回事？快去看看！是。坏了，咱们中计了！准备迎敌！我们中计了！准备，准备！将军，水下有埋伏，给我放箭！放箭！快点！放箭！守住船头！
大哥，大哥，别动，再不杀了你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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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便是水军统治刘梦龙。留这厮一条命，让他回冀州府，给高俅报个信。大哥，大哥，给他一条小船。起来，起来！快滚！看什么看？走啊！哈哈哈哈！梁山贼寇猖獗之至，我等深入水洼草贼的巢穴一带，水土不服，地形不利。如果再拖下去，就到深秋。即便我军实力雄厚，迟早会被那帮乌合之众给拖垮的，我甚是忧虑。难道你们就想不出破敌制胜之法？太尉，刘统治的水兵已经全军覆没，从全国各地招来的水兵又不识水性，那么要克服晕船一事，让他们全心投入战斗，在下有一策。要把海丘大船用铁索紧紧相连，环环相扣，齐头并进，这样才能勇猛无比，克敌制胜。好。就依你所言，马上备战造船。此番出兵，如若再败，便提人头来见。得令。李虞候，属下在。速吩咐我的亲卫队，准备出征。今次我亲自上船，督军征战。大人，这主帅不可自登水路，亲临险地呀。如果我不亲临督战，又如何振奋我军士气？如何擒得此寇？太尉三思啊！太尉三思啊！不必多言，照我吩咐去办。属下遵命。得令。以此图来看，此船若真能进退自如，那可真是一大利器呀！军师所言极是，此船确实不易应付。哼。张顺兄弟可有良策？哥哥，你看，此船设计巧妙，功用强大，的确犀利。但设计此船者，一看便知，只是巧匠，却并非大将。若高俅敢以此船攻山，张顺以人头担保，他有来无回。哦，兄弟何出此言啊？所谓巧匠，善制巧器，便如同这海丘之船；而大将者，却只审时度势，善用天时地利人和。这海丘之船，若在大洋之上，也许是作战之利器，哼！但在我这芦苇荡中，小弟略施小计，便使他动弹不得。请各位哥哥放心，待小弟与众水军将领细细研究此图之后，再做定夺，准保让这海丘之船成为高俅官军的大棺材。好，兄弟如此胸有成竹。兄长就放心了，哥哥放心。哥哥，请看，光明哥哥，带上来。哥哥，请看，擒获一个高俅的帐前先锋。此番二位辛苦了。不，主要是俺家娘子的功劳。还没打。哥哥，此人便是和韩存宝一同打造海丘大船的节度使徐经。哥哥，此战必胜。松绑。头领，图纸有什么细节不明白，问在下便是了。好，带徐将军下去休息，不可怠慢。谢宋头领不杀之恩。
水军海丘大船威力非凡，每船两边至24脚车，每车有12人，一起用力踏动，行驶如飞呀！太尉，船与船之间用铁索相连，环环相扣，平衡不摆，齐头并进，勇猛无比，所向披靡。此番定能克敌制胜啊！各位兄弟，吃下这碗酒，以壮军威。兄弟们，跳！跳！快！
弟们使劲滚呀！哎呀！兄弟们加把劲儿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兄弟们加把劲儿啊！哎呀！什么声音？不知道啊，太尉。赶快去查查，查查是什么声音！快快快！船下有人！报告太尉，水下有人！大人，船底漏了，船被凿出洞了。停船！是。传令大军不要乱了阵脚，定是有人偷袭，传我的令，把大船锁起来。是。来人，快把车靠过去！驶向主船。
大人，快躲躲吧！对了，大人，赶快躲躲吧！赶紧躲躲吧，大人！大人，快躲！大人，快躲！大人，快走啊！快这边！大人，快走！快走！哎呦，大人，我们还是赶紧击船逃命吧！不许走！此次出兵，定要收复梁山！大人！哎呦！你张顺爷爷来救你，下着。太尉，这上山都1天1夜了，那宋江对咱们只是好吃好待，这杀又不杀，放又不放，不知是何用心呐，实在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你不是足智多谋、神机妙算吗？你的智谋跑哪儿去了？对了，太尉，我听说被活捉上山的官军都给放了回去，莫非是要留咱们跟朝廷交易？如果此刻圣上再兴兵讨伐，我们就成了刀下之鬼。高太尉，宋某人招待不周，还望太尉多多包涵。高某到此已有2日，杀又不杀，放又不放，只是好酒好饭款待，到底是何用意啊？太尉多心了。我梁山兄弟想多挽留太尉几天，是想表达一些敬意，并无歹意。敬意，只凭一句话，几顿酒饭，
恐怕不足为信。倘若太尉不愿多留几日，宋某人即刻就可送太尉平安回京。此话当真？宋江说得出，就能做得到。哥哥，快开门呐！谁呀？是俺。哎，哥哥，进来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高太尉回去之后，能做些对梁山有益的事情。高太尉可以做到吧？如果真的放我回去，高某定全力在圣上面前保奏，派员来梁山招安，为你们兄弟以重任，为国家效力。如此最好，这也是我梁山众兄弟多年的心愿。太尉此次亲率大军征讨梁山，数万兵士死于刀剑之下。哎呀，误会，真是天大的误会。常言不打不相识，此次相见，方知宋义士及梁山兄弟都是心怀大志的英雄豪杰。如果为国效力，必能大展宏图。误会，实实在在是误会。高某回京，如不亲奏圣上的话，就天地不容，愿死于乱箭之下。太尉如能言之必行，行之有效，我梁山众兄弟将感恩不尽。如宋义士不放心，可留下李虞后做人质，先放我回京，拿圣上的招安诏书来换他。哎，不必费此周折。既然送太尉下山，就不怕太尉失信。再说，太尉乃朝廷重臣，定不会失信于宋江。那我现在就走？当然，宋江这就送太尉下山，请。宋医师，无需远送，就此话别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高太尉，宋江拜托之事，还望太尉费心劳神。好说，好说。请。好求老贼休走！高俅！大哥闪开！宋医师，救我！救我！拦住他！教头，林教头，教头，林教头，林教头，林教头，你不要高俅，我当年带刀误入白虎堂，
你说我图谋不轨，要害你性命。今天我就用这把刀，圆你心愿。林教头，林教头，10年前的事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哥哥，你不要和他啰嗦，你不动手，洒家去你踩了他！你休得鲁莽！大哥，林教头，你这一刀要是砍下去，就砍断了梁山兄弟的前程。林教头，兄弟，高俅今日不能杀，听哥哥一句话，权且留他一条性命。大哥，兄弟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林冲。我要是的话，我一把火把梁山泊烧了！哎呀，哥哥，哥哥，仗义是林冲，为人最苦衷，江湖驰欲望，巾帼显英雄。身世背负梗，功名泪转蓬。他年若得志，威震泰山东。这是你林教头当年上梁山时在墙上题的诗。如今你的志气何在？天龙地呀，哪有什么志气？我心里有的只是解不开的仇恨。不杀高俅，难以排解。可我心里最苦的是，不是杀不了高俅，而是我一想把性命交付给哥哥，你竟不顾兄弟的仇恨。我杀不了高俅，林冲有何面目在梁山？我宋江想的是全山寨兄弟的前途，而你林教头却只想着自己的私仇。哥哥，不杀高俅，难解我恨。如今奸臣当道，忠良涂炭。哥哥，我看得见你以后的下场。我且来问你，我梁山好汉为什么是忠良？
如今我等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、心怀忠义的好汉。梁山好汉该当是国家栋梁，该当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铁骑，做当官的飞将军，铁血杀契丹，扬威漠北，敢对着来犯的外敌大喝一声：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兄弟，如果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就算搭上一条性命，又有何妨？兄弟啊，我要让你真正的扬眉吐气，要让你做国家的栋梁，而不是一个只报私仇的匹夫。待到日后，宋江被奸佞所害，一命呜呼，千载之下，宋江也做了该当做的事，带着我的兄弟们走上一条康庄大道，圆了大忠大义。那世界，你道我宋江败了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这断发全当是我宋江的人头，寄放在此。宋江为是，今日你为我梁山108个兄弟的前程，权且先放那高俅一条狗命，待日后宋江定会亲手杀了高俅，为你报仇雪恨。如若食言，拿这发来换我人头。
吃过这碗酒，你们就好生跟着宋大哥吧。哎，又不是生离死别。哥哥，你说这么绝情的话，难道是要与兄弟们恩断义绝呀？那这碗酒又怎能吃得下肚吗？是啊，哥哥，何必如此惆怅？兄弟们要想念哥哥了，下山找哥哥吃酒便是，这有何难？就是，兄弟们能散就能聚，来日方长嘛。好，来吃酒。来。哥哥，我看此人生得风目蛇形，是个转面忘恩之人。高俅此次和梁山一战，折损了许多兵力和钱粮，回到京师，必然含糊奏过圣上。萧让和月和必被他囚禁在府里。若真如此这般，却如何是好？我早有安排。哥哥，军师，我们已经收拾停当，请哥哥发号施令。好，可叫他三人先救出二人，想办法将实情告知当今圣上，必显高俅欺君之罪。即便是那高俅侥幸免罪，日后他若在圣上面前尽使谗言，阻碍圣上招安梁山，圣上对他也不尽听他信了。如此甚好。有他三人前去，我便放心了。只是，如何才能让圣上知道高俅欺君？又如何能让朝廷知道我梁山招安的诚意？朝中肃太尉是个忠臣，倘若能让此人在殿中早晚提奏，必能顺我招安大计。我让戴宗和朱武去寻他打点，但此事还需和哥哥商议。如此甚好，就去找肃太尉。只是恐怕肃太尉难抵那群奸臣。我说有一人，如果肃太尉临门，定可成就我招安大计。小乙知道哥哥说的那个人是谁。